当时江爷爷在运送爱宝和乐宝去韩国时，是想从我国运一些竹笋去韩国的，但是由于这些是可以培育的植物，所以不能够通过海关，于是便只能放弃。江爷爷在自己新书中写道，由于中国和韩国的竹子味道不一样，所以为了防止爱宝和乐宝出现应激反应，在爱宝和乐宝前往韩国的路上，江爷爷准备了许多我国的竹子。而对于竹笋，因为我国气候带广，无论什么季节都可以为大熊猫们提供竹笋。而对于韩国来说，只有每年的4月中到6月末才能吃到新鲜的竹笋。但当时爱宝和乐宝去往韩国时刚好是3月初，所以当时韩国是没有竹笋的。于是江爷爷便打算在中国备一些竹笋用来应急，但最后由于过不了海关，便放弃了。之后江爷爷给爱宝和乐宝准备了一些王竹。江爷爷还表示，那年自己也是沾了爱宝和乐宝的光，才体验了一回专机。当时运送爱宝和乐宝的飞机上，除了机长和维修工程师以外，只有中国的大熊猫饲养员和兽医以及江爷爷3人。在当时运送爱宝和乐宝时，采用的运输箱有一面采用了透明亚克力板，而且在运输箱中打了孔，这样既可以方便观察爱宝和乐宝的情况，也可以让其顺畅的呼吸。里面还有爱宝和乐宝随时可以喝水的饮水台，以及可以清理箱内垃圾的底板。准备工作完成后，在2016年3月2日下午4点，我国都江堰基地举办了爱宝和乐宝的欢送仪式。仪式结束后，便前往了成都机场。江爷爷表示自己当时在附近住了一晚，而那一晚，江爷爷早早吃过晚饭后，便来陪爱宝和乐宝了。江爷爷表示自己那晚一夜未眠，虽然自己和爱宝、乐宝在一起生活了2个月，积累了感情，但不知道自己能否帮助到他们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就在这样的情绪和担心下，江爷爷迎来了第2天的清晨，爱宝和乐宝开始被运往飞机。江爷爷表示自己可以从爱宝和乐宝的眼神中看到他们的害怕，为其放置的竹子也不吃，饿了就勉强用竹笋来充饥。飞机起飞后，江爷爷每个半个小时会去看一下爱宝和乐宝的情况。到达韩国达人机场一共用了4个小时，之后江爷爷又去办理了入关手续。而当时机场外面已经围满了媒体以及动物园的家人们，而为了爱宝和乐宝的状态考虑，江爷爷请求尽快向动物园出发。期间爱宝和乐宝乘坐的都是无震动且有恒温恒湿的车子，这一路上江爷爷一直都在担心爱宝和乐宝的情况，一直到爱宝和乐宝入住了内舍后才安下心来。江爷爷算了算时间，表示爱宝和乐宝从中国到韩国整整24个小时都在飞机和车里，也就是都在运输箱里。在爱宝和乐宝到达韩国的那一刻，江爷爷身上的责任和重担也就此变得重大。今天福宝园区的漂亮姨姨和江爷爷来到园区，一起为乐宝打扫园区。在2个爷爷的培养下，姨姨的工作做得越来越熟练。姨姨打扫完园区后，扛着乐宝吃剩的竹子离开。不一会儿，姨姨再次返回园区，给乐宝放置新的竹子。一会儿，乐宝从门里走了出来，乐宝径直走向小亭子，直接抓着小亭子的靠背翻了过来，坐下来便开吃。乐宝先将胡萝卜吃掉，吃着吃着，乐宝低头沉思了起来。每次乐宝吃东西时的沉思，爷爷都会说这是乐宝被感动到了。乐宝沉思一会儿后，拿起了窝头，看乐宝眯着小眼吃窝头的样子，这或许是对爷爷做的窝头最大的肯定，因为都吃陶醉了。吃着吃着，乐宝又沉思了起来。吃个饭，乐宝接连被感动。乐宝仔细舔着掉落在身上的窝头渣，吃完窝头后，乐宝又吃起了竹子。乐宝和福宝一样，吃东西时吃着吃着就喜欢躺下去，这可能是宝家的标志吧。而且这样吃竹子会显得他们的生活很惬意和美好。为了保护爱宝小花园里的树，爷爷的竹竿起了很大的作用。福宝一个全垒打，虽然给小树压倒了，但在竹竿的保护下，小树重新站了起来。福宝下午睡醒后，抱着树干一个翻滚，迫切地来到小木床上，紧接着一个翻滚，又从小木床上来到下面。刚睡醒的福宝活力很是旺盛。福宝一路翻滚到了爱宝的小花园，查看了一下爷爷有没有开门。福宝发现没有开门后，更加急躁了，在爷爷的门口不停地打滚。福宝连续打了8个滚后有点累了，坐在门口休息，顺便看看爷爷会不会来开门。福宝等了一会儿，并没有等来爷爷开门。福宝在园区闲逛，想着自己能玩点什么。无聊的福宝来到树上，再次尝试将倾斜了很久的竹子够过来。这个事情基本上福宝想起来就会够2下，但福宝每次都够不着。从下面
福宝又因为力气不够大，拉不过来，所以这棵树福宝只能放任于此。但相信在福宝不懈的坚持下，会有一天将它掰断的。宋爷爷今天为福宝准备了许多的竹笋冰棒，就是将竹子插在竹笋里，再放进冰箱里进行冰冻。在夏天吃上一个冰冰凉凉的竹笋，不仅可以带来凉爽，还能填饱肚子。宋爷爷将竹笋插在园区的各个角落，打算给福宝增加点趣味性，让福宝在玩耍的同时还可以发现好吃的小零食。福宝一进门便发现了第一个竹笋，福宝坐在门口，先将第一个竹笋给它解决掉。由于竹笋切的比较小，福宝几口就吃没了。之后福宝来到小亭子，先是吃了爷爷准备的窝头，之后竹子没吃几口，就来到了躺椅上。福宝在躺椅上仔细的找寻着什么。福宝心想，往常竹笋和胡萝卜不是挺多的吗？难道财阀家也能破产不成？福宝一抬头，发现了滑梯上的胡萝卜。福宝先是来到滑梯上，将胡萝卜吃完。就在福宝打算吃竹子时，福宝看到了远处好像有块竹笋。福宝不太确认，走近看了一下。福宝越看越像。福宝走到爷爷插的第二块竹笋旁，福宝心想自己果然没看错。福宝坐在地上吃着竹笋。福宝此时好像猜到了爷爷的小心思。之后，福宝开始在园区找寻着其他的小零食。福宝在冰床上发现了第三块竹笋。等福宝吃完竹笋，打算睡觉时，来到树上又发现了第四块竹笋。结果福宝吃着吃着，竹笋掉到了下面的小亭子上。这样的投喂方式不仅能让福宝吃到小零食，还能让福宝平淡的生活增加一些趣味性。福宝嘴里的竹子现在只想说，真的没人为我发声吗？福宝将竹子从小木床一直拖到小亭子上，最后一个甩头，直接将竹子扔到了地下。新鲜的竹子在福宝的霍霍下变成了园区里的垃圾。之后，福宝又来到了观景竹前。福宝站起身，想要拉拽竹子。这时，爷爷走了进来，喊福宝。好在爷爷的话福宝还在听，爷爷拍手吸引福宝过去。福宝跑到小亭子上，对着竹子又是一顿霍霍。爷爷感觉到福宝应该是营业时间太长，有了小情绪，便将门打开，让福宝回家休息了。福宝回家休息了一会，再出来时，果然情绪就没有那么糟糕了。看来不管什么动物都不喜欢加班啊，就连玩都不行。福宝坐在小亭子上，乖巧的吃完小零食后，福宝来到小躺椅上。而在中途，爷爷在地上放了一根竹笋和胡萝卜，但福宝好像没有发现。福宝来到躺椅上后，竹子也没有吃多少，直接来到了小树上。不知是不是因为天热了，福宝的胃口和情绪都有点不太稳定。今天韩国电视台来对宋爷爷做采访，主持人问宋爷爷，爱宝现在每天出门时都是在睡觉，是爱宝太懒了吗？宋爷爷表示，不可以说是懒惰。宋爷爷解释道，熊猫们会选择用吃和睡来减少活动时间，这样可以将自身的能量消耗降到最低。爱宝现在是时期性的，目前正经历着行动和身体上的变化，所以睡眠时间长是正常的。而且宋爷爷又强调了一次，爱宝并不是懒惰。看来对宋爷爷来说，不管谁说自己的宝贝女儿不好，都是不行的。之后，主持人再次问了宋爷爷一个刁钻的问题，问福宝明年回到中国后，福宝能够适应中国的环境吗？宋爷爷肯定的回答，表示福宝当然能够适应。福宝是在聪明且有智慧的爱宝照顾下长大的。回到中国后，爷爷相信他会像妈妈一样成为一只优秀的大熊猫。最后，宋爷爷还为主持人解释了福宝名字的含义，表示福宝的名字是取自给予幸福的宝物，因为爷爷们希望福宝可以像自己的名字一样，未来成为一只幸福的熊猫。而且宋爷爷表示，不管福宝以后去到哪，都会一直爱着福宝。福宝此时来到门口想回家了，但奈何爷爷还没有开门。福宝又来到小亭子旁，福宝将头放在小亭子上，呆萌地看着窗外的游客。福宝的眼神像是一个小孩向往着户外的田野一般。福宝痴痴看望了一会儿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。福宝在自己吃剩的竹子堆里，奇迹般的发现了一块胡萝卜。福宝坐在小亭子上，乖乖吃着胡萝卜。福宝这不吵不闹的样子，很是可爱。姨姨们都觉得福宝吃东西的样子很治愈。吃完竹子后，福宝又没事干了，开始在园区闲逛。走到小木床旁看了看，还有没有自己想吃的。福宝看着床上剩下的几根竹子，并没有食欲。福宝来到妈妈的小花园，给妈妈的小花园施了一下肥。最近，福宝把妈妈的小花园当成了自己固定产青团的地方，相信等爱宝再次出门营业时，小花园里面的植物一定格外茂盛。福宝施完肥，爷爷把回家的门打开了。福宝回家短暂的休息，大概过了20分钟，福宝再次出来营业。这时，爷爷已经将园区打扫干净了，并更换了全新的竹子和许多小零食。福宝在小亭子上吃完后，来到了躺椅上。
爷爷为了给福宝增加实用性，还在躺椅上安放了一个放小零食的小竹筒，让福宝的生活过得越来越人性化了。